Hello， 大家好，我们是草泥叶汉堡，今天为大家带来搞笑的美漫幸福新家第14季第6集。这天，辛巴长在家里打扫，拿出计时器一看，不错，刷新了记录。不过小小新怎么不见了？原来是被吸进了吸尘器里。看来这应该不是第一次了。小小新从容地拍掉了身上的灰，又扶正了蝴蝶结。辛巴很庆幸，还好没有人知道。这时，辛巴拿着邮件走了过来，他先用信件分拣箱把它们分成好和坏，然后将坏信件压缩成饼干，吃进了肚子里。辛巴拿起最上面那份好的信件就开始读，这是一份邀请函，邀请他们全家去泡温泉。既然是免费，他们当然却之不恭。周末的时候，一家人来到了一潭死水温泉，听工作人员介绍，这里有专业的美容师，能够让人们的脸看起来年轻10岁，这倒不是名不虚传。要不是那几位技师拉紧了老头的脸，谁能知道他竟然是主持人肯特？当然还有更加夸张的，直接换脸。小儿子在这里同样能找到乐趣，兄妹3都找到适合自己待的地方。辛妈在浴池里享受海龟梳理头发，辛爸趴在床上享受技师按摩。但这小姑娘还没有踩多久，就发现自己正在往下陷。辛爸让她别挣扎，否则会陷得更快。之后，辛巴要去上了瑜伽课程，而辛巴则去蒸桑拿。他看到旁边明星什么都没有穿，不禁有些害羞。明星表示他太大惊小怪了，他的国体早在罪国指挥官里就被看过了。然后他就念里面台词离开了。等到明星离开后，一个鬼鬼祟祟的人出现了。他先将桑尼士调到了谋杀那一栏，接着又用扳手将门锁死。检查无误后，他就逃离了现场。之后辛巴就开始疯狂出汗。他看到旁边指示牌说超重人士、心脏病患者，请勿进入桑拿室。于是他马上冲到门前准备出去，不料任他怎么晃动都打不开，热浪席卷了整个桑拿室。他还没挣扎几下就失去了知觉，还是小丑准备来蒸桑拿才将他给放了出来。遭此大捷，辛巴第一时间选择报警，警长保证一定会抓到真凶。不过他还是比较关心辛巴是不是有双重人格，但这光靠问也问不出结果吧。辛巴走过来要求警方派人保护辛巴，警长还想要推卸责任，但这在警徽上明明白白的印着，于是他也没有办法推脱了。警长表示这个案件必须找一个能够理解凶手扭曲心灵的专家才能解决。于是警长将一家人带到了无敌海浪终极监狱，这里关着都是最危险的罪犯，越往里走罪犯就越疯癫，而要帮他们抓住凶手的神经病是分子中等级最高的，也是辛普森一家的老朋友耍杂阿豹。既然要找人帮忙，警长就向阿豹许诺了一些好处，答应他可以在拉曼恰音乐剧上选一个角色，这就够了。阿豹答应得很干脆。解开束缚之后，阿豹表示自己得24小时跟着这家人，尤其是小新。听到此话，小新马上站出来反对，因为阿豹总是想办法杀他。但警长已经想好了解决办法，那就是在他腿上贴电击装置，只要他有一点不对劲的地方，就可以按下开关。这么好玩的东西当然要试验一下，小新当即就按下了遥控开关。果不其然，阿豹整个人都电傻了。看来这玩意儿够这家人玩上一段时间了。阿豹正式开始调查案件，他先让辛巴回想起自己有没有得罪别人，不说不知道，一说还真不少。仅就他和辛妈所说的，就有秃头、胖托尼、日本天皇、前总统布什、史蒂芬霍金，还有南方小鸡和佛罗里达全体居民。这下阿豹都震惊了，一个人怎么能有这么多仇人？那大概是因为他喜欢和别人交往，还喜欢喝酒吧。下一步，阿豹决定和辛巴共处一天，他特意嘱咐辛巴像平常一样就好。然后辛巴就带着阿豹一起去滑翔。这就是你平时做的，我只是想给你留个好印象嘛。好了，接下来回归正常生活。两人来到了快易买超市，阿普让辛巴为今天国王投票。辛巴知道这个狂欢节，上届国王就是因为娶了平民被罢免了。阿豹对快易买超市也异常亲切，想他上次来还是扮成小丑打劫呢。阿布在旁附和道：“你抢劫很绅士呢，比那些小混混们好太多了。”眼见他们聊个没完，辛巴不高兴了，他说自己要买个辣火女郎。看着修车工来拖车，阿豹就知道辛巴不能边看杂志边开车，但辛巴却丝毫不知悔改，走上前要求技工给他用质量可靠的通用汽车配件。可他车是克罗地亚产的，技工有些为难。辛巴才不管这么多，指着技工让他必须弄好。阿豹忙劝说：“你不能这样和别人作对，这样只会给自己四面树敌。”不过辛巴才不会管这些呢，阿豹对辛巴也是尽职尽责。他在庭院里做了一个辛巴的人偶，打开开关，他就能顺着轨道移动。在他设想中，凶手会认为辛巴在傍晚散步，现在他们只需要等待他自投罗网。为了奖励阿豹设下如此精妙的圈套，大家又好好的电了他一会儿。夜晚来临，大家躲在树丛里暗中观察。首先出现是老谋子，他拿起棍子打了辛巴好几下。就在大家以为真相大白的时候，又一波人出现了。这次是辛妈的2位姐姐，直接扔了一块砖把他头给打掉了。辛妈刚说这些人只是希望辛巴受点苦，紧接着出现的红发威力就打脸了，因为他将钩子再
进了辛巴的脖子，就连牧师也忍不住过来踢2脚。最恨的还是辛巴本人，他已经疯了，觉得自己杀掉人偶就会成为人们心中真正的辛巴。对于这么多人跟辛巴过不去，他家人倒是一点也没觉得惊讶。阿豹在老谋子酒吧扔飞镖，上面组成图案，这是小新的头。卡尔不禁好奇，为什么你从来没有杀死小新？大家都有些感兴趣，毕竟一个小屁孩还是很容易干掉的。辛巴不想让人们关注这个问题，他就想找到杀自己的凶手。不料此时有人朝店内开了一枪，他差一点点就得手了。好在辛巴没有受伤，打碎是老谋子的弹管。阿豹查看了家里的信件，发现凶手在邀请函上留下了黑色污点，他认为这或许是个突破口，说着就打算趁大家不备偷遥控器。当然结果又是被电了。小新忍不住向妹妹感叹，真不知道没有她的生活我们是怎么寻开心的。监狱里的乏味生活让阿豹很享受在家里看电视，辛巴很不愿意打扰他的美好生活，但他还是想知道凶手查怎么样了。阿豹破罐子破摔倒，没有，继续电我啊！没想到辛巴也是不客气，接过遥控器就按下开关，而且还关不上了。这一下阿豹不敢再耍嘴皮子了，他告诉辛巴凶手一定会再来的，唯一的解决办法就是让辛巴完全消失。在辛巴一系列自欺欺人的迷惑行为之后，有人敲响了门并指明找辛巴，刚好就这么巧，他被选为了狂欢节的国王。辛巴忙在一旁提醒他，狂欢节的国王必须一整天都待在彩车上，他肯定会被当作活靶子。不料辛巴入戏很快，小声让辛巴别让自己在皇后面前难堪。电视台主人公公布了国王的人选辛巴，而且还紧接着说了一句他可能命不久矣。阿豹明白这就是一个圈套，因为几乎所有投票给辛巴的都出自一人之手，辛巴毫不在意，反而觉得这是引诱凶手现身的绝佳机会。更重要的是能在周二喝个烂醉。马上就到了彩车游行的时候，阿豹看着围观的群众，他知道凶手一定就是其中一个。身后的辛巴让他别紧张，表示自己已经安排好了眼线，如果他只是莱尼和卡尔，那就基本等于没有。辛巴站在彩车上挥手，他十分享受群众敬仰的目光。这时枪击声打破了他的坦然，定睛一看，原来是黑帮的人。当彩车经过阿豹的时候，他很诧异自己竟然没有听见引擎发动的声音。一旁警长也深表认同，还说在游行开始前，一个技工把他调好了。技工？阿豹觉得事情有些不对劲，他先是回想起邀请函上的污点，又回想起帮辛巴修车技工，再然后到桑拿室上的扳手，这在技工的车上可以找到。所有的事情就这样被串联了起来。阿豹忙去追辛巴，让他赶紧从车上下来，因为刹车被动了手脚。虽然有些酒鬼愿意以身躯当减速带，但杯水车薪依旧没有改变局势。彩车还是加速向下驶去，在辛巴的前方是剑鱼博物馆。就在这千钧一发的时刻，阿豹将自己发射了出去，抓住热气球，从失控的彩车上救下了辛巴。阿豹从不知道救人的感觉是这般美好，没想到这里也不是安全之地。有人开枪打中了啤酒男，他晕倒了。不过这一枪也暴露了凶手的位置，在被发现之后，他立刻踩着高跷逃走了。刚好此时有2混混也踩着高跷，然后就被辛巴和阿豹借走了。凶手原想避开人群，就走进了小巷中，谁知道里面竟然是死胡同，墙砌得太高，连高跷都上不去。于是马上就被追上来2人堵了。看到他的胸牌，辛巴才知道要杀自己的是技工。技工说自己是小弗兰克·格里姆，但他还是不知道对方这么做的原因。眼见辛巴依然不为所动，技工讲起了辛巴以前造的孽。他说辛巴动物般的无能，把他父亲逼疯了。辛巴又一次念下他的名字，终于在记忆中搜索到了，那是以前一个他的同事，他因为触碰了高压电被电死了。坟头草都多高了，辛巴还问人家他爸近来如何。技工大声告诉他，他父亲死了，而且辛巴也该死。说着就拿起一根高跷挥了过去。谁知辛巴又发现了盲点，你爸不是没结婚吗？那他喜欢青楼女子不行吗？此时家里人和警察也都追了过来。辛小妹兴奋地表示她找到凶手了，不过看样子和真凶不是同一个，于是只好将纸团给扔了。真相大白，警方将技工给带走了。对于本案最大的工程，警长赏他一针犀牛镇定剂。夜晚，辛巴来给儿子说晚安。小新很高兴老爸能活着，不料等他出去后，小新发现阿豹正吊在门上，他马上用胶带封住了小新的嘴。小新本想去拿电他遥控器，谁知那东西此时正在阿豹手中。挑逗了小新几下后，他将遥控器从窗户扔了出去，然后他亮出了刀，但无论他的表情怎样凶狠，最终仍然无法对小新下手。于是他早就已经习惯了小新的面目，习惯依靠着仇恨活下去。说着他又唱起歌来，最狠的报复可能也就是如此了吧。将小新挂在墙上，逼他听自己唱歌，一曲毕，阿豹跳窗走了。他站在黑夜中向小新说道，我们会再见的，老朋友。然后他即将潜入夜色时又被电了，因为他刚刚将遥控器扔进了鸟巢。本集致敬了1991年美国电影《沉默的羔羊》。在影片中，实习特工克拉丽丝为了能够得到杀人狂野牛比尔的线索，去一所监狱拜访精神病专家汉尼拔博士。然后博士给了克拉丽丝提供了一些线索，最终让他成功找到了野牛比尔，并将其击毙。动漫简化了原有的剧情，但仍旧让故事显得扑朔迷离。尤其是最后阿豹的释然和小弗兰克的沉迷复仇，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又让人们多了几
几分沉思，如何看待仇恨，也许是人类永恒的课题。本期视频就到这里了，喜欢的小伙伴别忘点赞、评论、关注，咱们下次见，拜拜。